小知堂分享一点小小的知识。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知堂。今天我骑车出去到街上逛逛，带大家看看日本东京的街道吧，顺便聊一下日本的街道吧。大家可能会说，日本的街道有什么好聊的？乍一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好聊的，但是仔细想一下，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说一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街道保持得很干净整洁，日本很老的建造外观看起来都比较新，建筑上面没有乱写乱画的，墙壁上也没有做小广告的。其实在日本久了，这种感觉并不明显。有一次我去菲律宾宿务岛旅游，到了那边发现菲律宾的街道环境就差多了，到处都是乱涂乱画，很多建筑的外墙都破旧不堪。有了这样的对比之后才知道，保持街道的干净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至于为什么日本住宅小区的墙壁上、楼梯地板上没有小广告呢？难道日本的小商贩们不想推广自己的店面吗？当然想，不过他们推广的广告都是投递到信箱里面的，我就经常在信箱里面收到各种小广告，非常多，但是好像没有发现有人把自己的店的电话号码印到小区建筑物的墙上的。二是路很窄，一般只有人行道，没有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有些地方也有，但是不是单独的非机动车道，而是和机动车在一起的，所以非机动车一般就在人行道上行驶，而且行人优先，要是有人在你前面走，你得让着行人。日本人骑自行车也很少按铃，而是在后面说一句对不起，提醒你让一下路。有些路口才设置有按钮，你到了那里要按一下，红灯才会变成绿灯，否则你去的方向就会一直是红灯。更神奇的是，几乎每个有红绿灯的大路口都设置了一个音声装置，那是专门给盲人用的。音声装置上面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会在红灯变绿灯的时候发出声音提醒。天知道全日本安装这么多音声装置花了多少钱，甚至地铁的栏杆上面都刻有很多盲文。日本政府的确是很为盲人考虑，让他们出行也没有那么多烦恼。三是警察少，路上很少看到警察，路口一般也没有警察守着。骑自行车就算逆行，基本上没有警察管，虽然有罚款的规定，但是也很少罚款，至少我没有碰到过。在日本骑车2年多，只有一次被警察拦过，那是一天晚上下班比较晚了，大概晚上10点多了。我看到有一个警察在前面示意停车，于是我就停下来了。他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看了一下我的自行车上的防盗登录证号码，然后把这个防盗登录证号码输入到他手里面的一个像平板电脑的设备里面查了一下，看我报的姓名和防盗登录证号码登录的姓名是一样的，就让我走了。感觉日本的警察比较辛苦，很多警察竟然还骑自行车工作。另外感觉日本的警察挺温和的，我一次在一个路口旁边正好也有一个女警察，也要过这个路口，所以在一起等红绿灯变绿。但是有一个人可能有事等不及了，还没有等灯变绿，还是红灯的时候，就闯红灯要走过去。这时候女警察在后面喊危险，快回来。那个人好像都没有听见似的，还是硬闯过去了。那个女警察也没有办法，也就让那个人过去了，后来也没有处罚这个人。但是在日本骑车，如果不遵守规定，被警察拦住罚款的话，会罚款比较重。例如不能并行骑车，晚上骑自行车要开车灯，骑自行车不能戴耳机，不要妨碍行人等等，严重的可能会被5万日元以下罚款，甚至坐牢。所以还是要注意一点，骑车尽量要遵守规则。四是日本的机动车道，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靠左行驶，正好与中国是相反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一，
在中国右转是不用看红绿灯的，也就是红灯也可以右转，但是在日本，红灯时不能左转的，必须等到绿灯才可以左转。二，在日本的高速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上高速路行驶，在中国好像不常见到有人骑摩托车上高速路行驶。三，日本的路上基本上没有监控摄像头，所以超速和违停也没有电子警察来抓，但是如果被警察看到的话，就会被拦下来，违停的话大约罚款18000日元，罚款比较重。另外在日本明显能感觉到司机礼让行人的很多，一般都是车无条件让人先走。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马路的时候，右边来了一辆车，没有让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差点相撞。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对着这个司机好像是训斥了一句，然后走了。可能在他们看来，车就应该让人先走吧。另外人们在开车的时候很少有按喇叭的，感觉他们都很认的，有时候在一个路口等很久也不急躁。五是路边的花很多，夏天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到3月份的时候樱花开放，4、5月份的时候路边种的那些小树全都开花了，才发现原来路边种的这些原来都是可以开花的呢。所以3到5月这几个月，日本可以说到处都是花。这些花美化了城市的环境，但是也给日本人带来了一个麻烦，就是很多人都在这几个月受到花粉症折磨，所以即使没有疫情，很多人在这几个月都会戴上口罩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下期节目再见吧，谢谢观看。